微雨的清晨，晨光熹微，卡米独立在窗前，外面传来城市的喧嚣。这个开场不同以往。第一季，卡米因为哥哥的忽然离世而辞去刚刚崭露头角的事业，回到了故乡芝加哥，接手了哥哥那间行将倒闭的破牛肉汉堡店和一群毫无经验的老弱员工。这个欠着一屁股烂账、设备老旧、事故频出、各项检查均不达标的烂摊子，让卡米无所适从。但为了实现曾经和哥哥的梦想，共同开一家餐厅的执念，卡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重新开始。在第二季里，经过卡米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餐厅的众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发现了哥哥藏的意外之财。于是在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下，熊家餐厅改头换面，重装上阵，从汉堡店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熊家餐厅。卡米也收获了爱情、友谊、家庭和美好幸福。但在第二季末，埋藏在卡米内心的深深不安如同一头熊一般，把他拖入犹豫和恐惧中。开业第一天的混乱中，他错失爱人，与表哥吵翻等等混乱状况，让第二季本该迎来一个完美的句号，变成为一大串省略号。第三季在这个细雨微蒙的清晨，熊家餐厅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喧嚣落定后的沉静。卡米还是第一个到达餐厅，收拾整理残留的污迹。他想起在圣诞晚宴后，踏着初春未化的薄雪，前往纽约表姐的餐厅去工作学习。姐姐小唐一脸担心地来送自己，眼中满是担心和爱。想起在阿姆斯特丹的餐厅学习厨艺，从最简单的工序剥豆子做起，之后一步步成为全美最好的5星级餐厅主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苛刻的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哥哥一起开餐厅。他努力地四处学习，努力勤奋地让旁人侧目，但他毫不在乎，只是把自己投入工作中，就像一个快溺死的人拼命抱住一根浮木，不想来路，不问去处。最后哥哥的死讯传来，随之而来的是被生活的洪水彻底吞没。但卡米早已学会了游泳的技能，而现如今不再有洪水，一切看起来方兴未艾。可为何卡米心里却空落落的？修好冰库的门把，给食物贴上时间标签。辛尼给卡米带来了一杯咖啡，两人沉默着，好像餐厅的成功并未给两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对方还在。卡米主动给表哥瑞奇发了个留言道歉，辛尼也主动给蛋糕小子发信息道歉。这两个看似最专注最成功的人，却也是搞砸最多的那两个。而此时蛋糕小子守在医院母亲的病房外的长廊里，独自伤感母亲的去世。新的一天，随着第一箱菜被送进后厨，小唐推门而入。当他看到卡米整理的餐厅新规章后，感到非常困惑。他提醒卡米自己将在2个月后分娩，而自己还根本没有准备好。但规章上那一句不容商榷，就像一道红线，让人欲言又止。吉米叔叔推门而入，抱怨为何购买昂贵的机器，殊不知卡米已经筹备好了新的目标。当辛尼出现在餐厅，看着一桌子的新菜时，卡米告诉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米其林1星。不仅如此，卡米还提出对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决定个人业绩分成，相应的是餐厅的菜式将会每天都要变。辛尼一愣，说好的凡事多商量呢？辛尼看着那句不容商榷，心里满满的沮丧。就在小唐和辛尼为卡米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无所适从之时，表哥瑞奇推门而入，气氛有些尴尬。但紧接着表哥就问起谁动了外面的桌子。卡米表示自己正在尝试新的布局。表哥一听就怒了，他认为那是他的地盘，并话里话外内涵卡米在开业那天把自己关在冰库里，一个人玩真心话大冒险。外面的烂摊子都是别人在努力收拾，这一来两人又不可遏制地吵了起来。辛尼好容易把2个人的争吵止住，表哥拿起桌上的规定一读，不容商榷，就让表哥大声嘲笑卡米就是一个只懂得一味照搬的木头疙瘩，总想找机会炫耀在一流餐厅里打杂的经历。卡米忍不住爆粗，两人又进入了唇枪舌战。胖子两兄弟推门而入，并七嘴八舌地打着岔，灯也开始出故障。那婶后脚也推门而入，
不断的有人进来，不断的有人加入争吵，后厨的音量和温度随之越来越高。那张新规定就像一根点燃的引线，在引线的另一头是不断膨胀的炸弹。就在大家觉得爆炸即将来临时，忽然话锋一转，胖子两兄弟提起了克莱尔。于是话题从新规定转到了克莱尔身上。吉米叔叔好奇地问克莱尔怎么了，卡米坚决地说自己决定搁浅这份感情，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大家短暂的沉默后，表哥提出别扯闲篇了，工作吧。卡米站出来赞同，表哥马上反对这个赞同，于是两人又吵了起来。小唐打断两人宣布，新入职的几个员工都辞职了，原因就是受不了后厨的混乱。不仅如此，老员工也要去学习调酒。小唐赶紧张罗联系新员工。正当大家讨论着增加小费的时候，蛋糕小子推门而入。在母亲去世后，他决定回到工作中，主角全都到场了，气氛也缓和下来，每个人按部就班地开始忙碌起来。辛尼看着一桌子的菜，他知道卡米已经准备好新的挑战。卡米来到蛋糕小子身边表示安慰。经历了母亲长久卧床的蛋糕小子觉得这是母亲给自己最后的帮助，他希望卡米能够带领大家登上更高的台阶。有时候生活并不会因为改变一些表面的样子而变得与众不同，就如同新的餐厅之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重复的工作，不管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纽约或者在熊家餐厅，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用平凡琐事累积而成，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工作时心无旁骛，专心于繁杂和冗长的细节，是可以让人忘记旧的烦恼，但也会让人积攒麻木和新的痛苦。开门，开门，开门，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麻烦，每一天都是成对的菜单。不过有菜单总是比没有强吧。那婶儿还是经常问题百出。伊博的外卖窗口依然混乱不堪，表哥也会犯错，但似乎只有卡米纹丝不乱，固执的像个精密的机器，在分秒不差的运转，毫无怨言，同时也毫无生气。这个餐厅是一台外表崭新的老旧机器，换了几个螺丝和输入一些新程序，就希望它能够完美运转。这是一件艰难的事儿。确实，生意越来越好了，每天都顾客盈门，连外卖窗口都排起了长长的队。小唐更是不断地在增加桌子和翻台率。卡米每天更替的昂贵食材，让刚到手的钱又快速地流出。吉米叔叔终于绷不住怒火中烧地向小唐吼叫，而小唐也对不计成本的追求品质敢怒不敢言。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大家疲劳又崩溃，表哥瑞奇也无法在大量的客流和降低出错率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与后厨的摩擦也越来越大。表哥和卡米终于在后厨大打出手，幸好蛋糕小子及时制止。辛尼努力地弥补着后厨的各种短板，对纳什尔耐心地教导，这大概是机械化的工作气氛里唯一一丝的安慰了吧。卡米虽然努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让自己忘记那些快乐与痛苦的记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一天都干到精疲力尽，但那些突如其来闯入的散乱回忆在不经意间就让他失了神。本以为专心致志的投入就可以改变，却不想埋藏在卡米内心的那头熊已经跃跃欲试的即将破笼而出，无力感正在侵蚀他的坚强，混乱的后厨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只差那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从天而降。除了工作，爱情和家庭也是熊家餐厅里的主题之一。虽然卡米和克莱尔分开了，但是对卡米来说，一切依然历历在目。那些腻在一起东拉西扯的慵懒时光，如同被注入了最大剂量的迷药一般，让人甘之若饴。甚至连克莱尔心疼卡米手上那块旧伤的表情，一想起来都让卡米为之心碎。蛋糕小子为母亲举行了葬礼，大家都来了。葬礼上，蛋糕小子总结着母亲的生平，话语间满是对母亲的怀念和赞美，同时也是那么波澜不惊的平静。但当他独处家中时，那种袭面而来的空虚感才真正让他感觉到生命像突然被撕裂，硬生生地扯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一样的痛。他打开母亲生前必备的体征监测仪，滴滴的响声让他恍惚觉得母亲还在那里，可猛然抬头却发现空无一物，只留下一个触不到也永远填不上的空洞。推门而出，路边的一朵小花吸引了他的注意，它躲在铁栏边肆意地绽放着，
仿佛在讲述再平凡的生命都不该辜负每一天的阳光。辛尼决定从家里搬出来，带父亲参观自己选好的房间，但父亲把反对全都写在脸上，一边对房子挑三拣四，一边质疑辛尼的微薄薪水。辛尼无奈地看着父亲，最终摊牌拿出了门钥匙，宣布自己已经交了定金。这时父亲才意识到木已成舟，能做的就只是帮女儿挑个沙发吧。表哥瑞奇和女儿在床上闲聊，女儿问怎么称呼母亲的新男朋友，这让瑞奇语塞。女孩并不讨厌这个人，但却认为父亲很孤独，这让瑞奇感到很吃惊。女儿说这是妈妈说的。瑞奇赶紧向女儿解释自己过得并没有那么糟糕。送女儿回去前，他默默地摘下了结婚戒指。没想到很快他就碰到了那个叫弗兰克的家伙。弗兰克身后那栋漂亮房子刺痛了表哥的心。弗兰克向表哥抱歉自己突然的求婚。表哥问他怎么买下的这栋楼。弗兰克表示自己并没有靠家里人的支持，这让表哥更加郁闷。简单的聊了几句后便转身离去。皮特要出差一段时间，这让小唐百般不舍，虽然嘴上说着无所谓，其实内心已经快绷不住了。纳什尔负责起了采购的工作，胖子兄弟把著名的美食评论家的照片全都贴在了办公室，这让卡米感觉到压抑感十足。但兄弟俩很得意自己的杰作，可以记住这些脸孔，以备他们中的某个忽然驾临。但其实早有美食评论来过店里，这个人在地铁站碰到了辛尼，并主动的打招呼。他大赞一道扇贝的菜，辛尼马上表示那是他和卡米一起做的。虽然辛尼努力在维护卡米，但内心还是对卡米的不容商榷颇感不满。于是在备菜时向卡米婉转地提出，每天更新的菜单一发出就显示被锁定了，大家都以为已经是定稿。然而卡米却忽然修改了一个配菜，这不仅仅会让后厨困惑，也会让前台出错。卡米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仅仅是沟通问题，然后就转移了话题，这让辛尼感到很憋屈。这里不得不扯一个题外话，他们这切水果时既不戴手套又不戴口罩，也不戴帽子，还聊着天用手抓水果，还不断地划破手指，即使是在做员工餐也显得太随便了吧。回到正题，表哥来到办公室，小唐正在研究米其林星级系统，表哥嗤之以鼻。他在墙上贴了张禅宗花园的照片，并就此聊起自己想放弃与前妻复合的努力，但是小唐很反对，认为这个弗兰克的口碑并不好，表哥不应该就此放弃。正在这时，小唐的电话响起来，接完电话，两人匆匆来到了后厨询问为何论坛报要来拍照片。卡米和辛尼马上表示这是一次杂志报道。辛尼帮着蛋糕小子一起收拾母亲的遗物，蛋糕小子不知如何处理，辛尼建议他可以捐赠掉。收拾完，两人坐在楼梯上闲聊。辛尼问蛋糕小子是否打算联系一下父亲，蛋糕小子毫无此意。他解释母亲病了那么久，父亲都不闻不问，而且从小两个人关系就很疏远，甚至自己从内心就很排斥这个人，只想和母亲亲近。这番话让辛尼感到很无奈。不过当蛋糕小子问起辛尼是否也是和父亲很亲近时，辛尼无法否认。他甚至说自己受父亲的影响很深，连想故意迟到都做不到，因为父亲什么约会都会提前10分钟到场。说着就打趣地称欢迎蛋糕小子加入丧妈俱乐部，以及入会注意事项种种，惹得蛋糕小子忍俊不禁。这久违的笑让蛋糕小子内心忽然暖暖的。蛋糕小子遗憾母亲甚至还没有尝过自己学会的新菜。生活总是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身边的人会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们往往不以为然，而且视而不见。但突然那个人永远离开了，才会猛然的内疚起来。他在的时候如果能多拥抱一次，或者多给他做一顿饭，那该多好啊！可岁不我与。卡米还在不断的尝试新菜，表哥没事就在熨烫西服。一个消息发来，那是表哥在上一季学习的那家餐厅的女老板特里宣布餐厅关闭，邀请他们参加下周的散伙饭。这个短信真是让人意外。卡米翻看着报道，手机上显示高级餐厅往往都是不可持续的高强度工作场所，而这种行业规则需要被改变。高级餐厅的未来是什么？另一篇报道称，
高级餐厅的倒闭可能是因为疫情或者是经济低迷，但是对于连续获得5年米其林3星的餐厅，而且一座难求的火爆订座率，居然会关门，这是所有人不能理解的。卡米忽然感到很迷茫，到底哪儿出错了？杂志摄影师就要到了，表哥指挥胖子把酒杯摆到完美。胖子抱怨着，这都摆了15分钟了，还没找到那个完美的位置。表哥解释，上了照片就修改不了了，所以趁现在再摆得完美一点。一边说一边嘟囔，那么好的餐厅为何要关门？搞得胖子一脸雾水。离约定的时间还剩40分钟，表哥着急地安排着一切。泰德的地面抛光机又坏了，表哥威胁他尽快解决。卡米在犹豫准备的新菜是否合适。辛尼对新菜倍加赞赏，然后婉转地提出建议，这让卡米留下了那盘菜。搭档不就是这样吗？在你犹豫的时候，在旁支持、鼓励你。蛋糕小子在卡米的旧工作记录本里找到了焦糖的配料表。小糖艰难地躺在更衣室的长凳上休息。蛋糕小子对小糖说起，他在路边发现了一朵很特别的白色紫罗兰，想尝试把它做成甜点。小唐认为这个主意很棒。纳什尔推着采购小车进来，抱怨菜的种类很少，市场冷清的可怕。伊博打翻了面包箱，卡米赶紧帮忙。他内心自问：高强度的工作是错吗？那些严厉的规章制度是错的吗？不经意间就脱口而出地问：是自己的错吗？伊博不明就里，赶忙把所有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表哥给特里餐厅的女领班打电话，询问餐厅关门的原因。女领班解释说，特里一觉醒来就决定不干了，似乎大家也都不太清楚理由是什么，也或者大家都不肯说。总之，一切谜底可能在下一周的散伙饭上给一个解释吧。离杂志摄影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都忙活起来。胖子尼奥紧张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这时，萨米推门而入。萨米是本剧出现的新人物，他是胖子兄弟俩喊来帮忙修理抛光机的，但他一进来就说泰德拿了他的 SD 卡，悠着泰调密码要个没完。于是胖子两兄弟的相声随着萨米的加入升级为群口相声。吉米叔叔也带来了自己的财务管理专家马西尔，外号电脑。吉米叔叔请他来的目的是找出餐厅经营亏损的结症所在。于是电脑开始说自己的分析结果，砍掉不必要的采购。卡米很抵触，吉米叔叔把他叫到一边，小声解释自己是想帮助餐厅挣钱，而卡米则认为吉米叔叔是想把他变成一个只会算账的电脑。吉米叔叔马上否认，并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尽可能地站在卡米一边。另一边，3个群口相声一边抛光地板一边抽烟，被表哥勒令把烟掐了。于是内厨和大堂分别开启了2场工作辩论整顿赛，语速像机关枪，穿插着各种讥讽笑料。此处省略1万字。摄影师终于来了，拍摄途中他突然提出评论里有一道鸭肉的菜，他希望能拍一张照片，但是仓库没有鸭肉，大家也都很忙，没有时间。于是卡米让萨米去搞只鸭子。电脑建议解雇蛋糕小子，因为作为糕点师他太贵了。小唐威胁谁敢动蛋糕小子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电脑只好放弃。吉米叔叔私下问辛尼为何还没有签那份股份协议，辛尼表示太忙了。吉米叔叔不解为何今天卡米那么生气，然后说自己担心为卡米和小唐买了个餐厅是害了他们。辛尼安慰他，至少你还在，言下之意只要吉米叔叔在就不会糟到哪儿去。听到这话，吉米叔叔倍感欣慰地走开了。卡米开始在仓库里翻东西，无意中他找到一箱旧物，里面的旧照片上是哥哥麦基和母亲。卡米内心百味杂陈。纳什尔曾经在一个糖果工厂上班，每天给孩子做好早餐。清晨出门，穿过巨大的城市，来到工厂办公室里的电脑前工作。她希望丈夫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保住租金上涨的房子，让儿子不必频繁转学。可天有不测风云，新的裁员名单里，纳什尔赫然在列。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作，说丢就丢了，这无疑对这个家庭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大忌。纳什尔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家人，直到深夜才悲伤地向丈夫说出了此事。第二天，她重整旗鼓，开始四处投简历。
一次次被拒绝，甚至还有打着招聘骗钱的学习班。丈夫的工作是个门卫，薪水微薄，升职加薪几乎没有希望，不过却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娜莎儿不想埋怨丈夫，她锲而不舍地找工作，甚至开始打电话问朋友帮忙，但也毫无起色，焦虑也与日俱增。终于在这一天，她接到某个人才招聘服务网的面试邀请，娜莎儿孤注一掷地前往。那是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娜莎儿鼓起勇气来到这家公司。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前台连正眼都不看地说，今天的公开面试取消了，昨天那个职位已经找到了人。满腔希望化为泡影，娜莎儿又沮丧又委屈，看着前台一脸的冷漠，最终忍不住爆了粗口。Fuck you。在芝加哥的街头上，娜莎儿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回走。忽然，街对面一个名为熊的三明治店映入眼帘，看到这儿我忽然有种想泪奔的感觉。这是我追了3年的熊家餐厅之前的样子，太令人感慨了。娜莎儿鬼使神差地来到这个餐厅，一推开门，熟悉的嘈杂声迎面而来。表哥和一众人在前台忙碌着，混乱中，娜莎儿要了一杯咖啡，表哥顺手就塞给她一个免费的没人认领的三明治。娜莎儿拿着三明治来到用餐区，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胖子正在游戏机上打得热火朝天，卡米的哥哥麦基在一边的桌子旁装纸巾盒。娜莎儿一边吃一边忍不住痛哭流涕。当胖子的游戏 game over 的时候，麦基发现嚎啕大哭的娜莎儿。表哥解释说自己给了他一个免费的三明治，难道是喜极而泣？胖子表示他输了游戏也很伤心。表哥接着说他也很伤心。3人打打闹闹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表哥和胖子丢下麦基溜了。麦基拿着餐巾纸一边装盒一边上去搭讪，开口就问是不是三明治太难吃了呀？一句话就把娜莎儿给逗乐了。麦基接着问是不是今天过得很糟糕？娜莎儿表示不能再糟糕了。娜莎儿反问麦基今天过得怎么样？麦基干脆就坐下来聊了起来。要说这麦基真是妥妥的社牛，要换成卡米肯定没办法说上话。麦基告诉娜莎儿这里的厕所会爆炸，因为没有钱修，送货的缺斤短两，因为拖欠货款，一开门就忙得像打仗，因为人手不够。作为交换，娜莎儿也把自己的困境说了一遍。麦基问他说出来是不是好受点？娜莎儿说没有。两人无奈地笑了起来，看来鸡汤是没有用的。这时麦基收到弟弟发来的短信，里面是一盘菜，哥哥拿给娜莎儿看。虽然麦基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但他自豪地说自己的弟弟是个厨师，是那种天生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目标明确，而且还天赋异禀，非常勤奋的家伙。娜莎儿感叹这跟做梦一样。麦基表示赞同。在娜莎儿的询问下，麦基介绍这个餐厅是老爹开的，但是开门没多久他就跑了，因为满头的代付账单，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个小破店唯一的价值就是这帮朋友，除此之外全是糟心事。微薄的利润仅够维持，没钱修理破旧的设备，没钱填补欠款，天天都被现实摁在地上使劲摩擦，却毫无还手之力。但是这群朋友很不错，试想生活中所有的快乐的事儿、美好的事儿、值得庆祝的事儿，都是围绕着食物。现在有朋友有食物，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娜莎儿问，那如果再选一次，你会做什么？麦基马上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娜莎儿自言自语地说自己也什么都不擅长，但是什么都可以做。麦基则觉得自己什么都擅长，可就是没办法专注一件事儿。这不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特点吗？接着麦基说起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参观了一栋古老的大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类型的店铺，大家都很专业，穿着正装，忙着手头的事儿。这座大楼就像一个美梦成真的地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当娜莎儿赞叹这真好时，麦基忽然反对，说这一点都不好。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人生，他生来就是要照顾别人，他的人生就像大梦一场，是可以随时被忽略掉的存在。这些话真正在暗示着麦基最后的选择。是啊，有的人生来就知道要做什么，目标明确，而有的人似乎天生就是透明的，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时候，为一件特定的事儿而存在，而更多的人甚至连这个特定都没有就被忽略掉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芸芸众生。纳什尔也感叹自己在找工作时，那些工作的人都那么年轻，年轻的没有经历过什么，不知道真正的压力是什么，没有被无助和悲惨的命运捶打过。但即便如此，自己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年轻的令人嫉妒。纳什尔接着说，自己愿意做任何事儿，打扫卫生、拖地、洗碗，什么都可以做。自己也没什么理想抱负，从不冲动、意气用事，更不会耍性格、闹脾气，或者梦想着拯救世界，只是想挣一笔稳定的工资抚养孩子，就那么简单。可是却没人想顾自己。麦基几乎没有犹豫地表示，自己这个垃圾小店正缺一个厨子，而且工资很低，但可以和一帮吵闹而有趣的人在一起工作，偶尔可以有点小费开心一下。问纳什尔是否愿意加入，纳什尔意外极了。就这样，两人匆匆一叙，纳什尔开心地回到家，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然后从包里拿出那件熊家餐厅的工作服，爱不释手。笑容不再如故，每个人脸上都是严肃冷漠，叹气声，这和麦基的那个熊家餐厅对比鲜明。卡米依然会偶尔去支持小组，听着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诉说。辛尼接到一个邀请，一个辞了职的朋友决定开餐厅，希望辛尼加入，并承诺给辛尼股份、保险以及独立的团队管理权等等，条件非常诱人，让辛尼十分心动。对方称只要辛尼同意，卡米那边他会去谈。辛尼答应考虑一下。蛋糕小子在办公室翻看着卡米的旧笔记本，一边和卡米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那些精美的手绘插图和笔记令蛋糕小子心生羡慕。看着一张世界级烹饪大厨的合影照片，蛋糕小子问手法是什么意思。卡米认为那是技巧的意思。他解释说，这些大师会聚在一起交流厨艺，传承历史文化特点的食物制作方法，交换新的技艺经验，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总之，好的东西会被传递下去。辛尼进来上班有些躲躲闪闪，看着两人聊天，随口就问在聊什么。蛋糕小子说在聊传递，顺口就问辛尼想传递点什么。辛尼心里乱糟糟的，哪想得出什么传递，马上就把问题丢给了卡米。卡米说他想传递快乐，传递无忧无虑，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公正。问题回到了蛋糕小子面前，蛋糕小子说他希望传递保持镇定，保持倾听和学习等等。卡米赞叹简直太伟大了。聊天结束，工作开始。伊博的外卖窗口一直是供不应求，伊博忙得焦头烂额，于是在最忙的时段请了麦基的两个兄弟加入。他们和照片上的麦基打过招呼，然后合理化了出餐流程，熟练地收款打包制作三明治，客气地和顾客们打招呼如同老友，嘴里不停地聊着天，开着玩笑，气氛轻松的跟玩一样，让伊博开心无比，仿佛回到了当年麦基的餐厅。三个人配合的效率很高，服务也很好。工作结束后，纳什尔问伊博感觉怎么样，伊博感叹太美妙了，这可比他一个人的时候轻松快乐了不知道多少倍。纳什尔离开时拍了拍纸巾盒。泰德帮家里整理酒架，并说家里看起来很眼熟。于是家里说自己曾经是一个棒球队员，但因为在锻炼时服用增肌剂被尿检查出这个药属于兴奋剂而被禁赛。从此退役后，他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运动。泰德赞叹家里是个好球员，这让家里百感交集。小唐在整理预定名单，随着预产期越来越近，他显得更加容易疲惫。表哥瑞奇状态也不佳，他觉得餐厅很糟糕，缺少灵魂。小唐问起表哥的妻子怀孕时的状况，表哥说他丢下妻子跟着麦基跑出去玩，回来后带着妻子出去吃泰国菜，结果刚吃完就直奔医院了。这一切恍如昨天才发生过。想起那些和麦基一起的快乐日子，表哥忽然眼眶湿润。表哥的糟糕状态一直延续到开门前，每日例会上表哥忽然语塞，他无法说出话，手颤抖着翻着小记事本，上面是女儿画的画，这让表哥更加无法集中注意力。辛尼赶快开口拯救了尴尬。纳什尔也对小唐嘘寒问暖，并说起自己怀孕的时候也很辛苦，本以为生完孩子就轻松了，但事实是更辛苦了。Hey, Nat.
胖子两兄弟来报告餐巾用完了，小唐出门碰上了辛尼，随口就提醒辛尼赶紧签合约。辛尼嘴上答应着，但内心却无比纠结。小唐独自到超市买东西，刚把东西搬上车，羊水就破了。这意味着孩子会在12小时内的任何时段来到人间。慌张的小唐驾车往医院赶，可偏偏碰上大塞车。令人绝望的是，每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最后，他不得不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当小唐终于到达医院停车场时，等在那里的妈妈大声呼喊着迎上来。两人显然不同频，妈妈是兴奋和急切的关心，而女儿则是希望得到平静和踏实感。母亲嘴里反复地模拟着分娩呼吸法，这让小唐心慌意乱，两人一路争吵着。产房里，小唐躺在产床上看着妈妈喋喋不休。熊妈回忆起生麦基时的情景，当时的她对孩子充满渴望。那时候她丈夫跑了，朋友们也尖酸刻薄，来自生活的孤独让她希望有个人可以依靠。这席话让小唐非常想念皮特，母亲安慰他已经打了电话，很快就会来的。然后继续回忆，当年她是独自走到医院去分娩的，这令护士和小唐都惊叹无比。护士问小唐是否提前制定了分娩计划，小唐确认已经做好了，比如室内光线、音乐、不要灌肠等等。当女儿坚决不要无痛分娩时，母亲忙着要求保留无痛，小唐坚决反对，母女俩又吵了起来。母亲一边坚持一边安慰女儿，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分娩会非常的疼痛，如果忍受不了，至少可以多一个选择。说着就阵痛来袭，虽然女儿充满抵触，但这次巨大的痛苦让她很快接受了母亲的呼吸法，确实很有效。阵痛过去，小唐希望母亲继续说生孩子的事儿。母亲忽然眼眶湿润，她说自己在寒冷的街道上一边走一边忍受身体带来的一阵阵剧痛，穿过一条条街道和马路，终于到达医院时，她一进门就大喊：“快给我点麻药！” Hello, please. Hello. Give me the drugs. Give me drugs. 麦基生下来都有点缺氧了，因为他在子宫里待的时间太长。而卡米出生时，很幸运他的父亲终于出现了，但两人不停地吵架。这个男人不停要求医生给他些麻药，就像他要生孩子一样。卡米的胎位不正，这让熊妈备受煎熬，不停地变换姿势，都快被倒挂了起来。小唐听到一脸恐惧，母亲赶紧安慰，这事儿不会发生在女儿身上。母亲说，那时候她以为生完孩子可以过点轻松的生活，因为大家都说男孩很好养。可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容易的事儿，所有的痛苦都一样让人痛不欲生。阵痛再次来袭，熊妈带着女儿呼吸，给她揉背。这个疯妈妈忽然摸着女儿的屁股说，这个小屁股长得跟小唐的爸爸一模一样。小唐崩溃的大喊换人，差点连阵痛都忘记了。阵痛过去后，熊妈问小唐想吃点什么，小唐抱怨自己终于体会到父亲的烦恼了。熊妈大笑。阵痛再次来袭，熊妈给女儿拿了些冰块，这让小唐感觉很好。医生来查房，告诉小唐的宫口只开了6指不到。小唐担心地问，那还要多久才能生下孩子？医生表示这无法估计，如果时间太长，那就要打催产素。熊妈在旁边生动地演绎着催产素打进去后的状态，宫缩会加剧，如同打响指，一个接一个。这时外面传来产妇的惨叫声，一个孕妇难产，医生忙着赶去手术室。小唐恐惧地拉着妈妈的手，认为自己需要打催产素，也需要打无痛。熊妈问小唐为何不把怀孕的事儿告诉自己。小唐告诉母亲，那是因为害怕母亲的暴脾气。母亲说她正在改，虽然很难，但她正试着戒掉酒瘾。
小唐希望孩子不会像自己一样害怕，因为母亲的暴脾气把哥哥和自己都吓坏了，这导致自己会过分地在乎别人的感受，如果别人不舒服，那么自己也会自责，而且完全忽视自己，轻视自己，没有安全感，甚至害怕皮特会突然离开自己。小唐这种讨好型人格完全来自母亲的暴脾气。小唐说自己一直想讨好母亲，为此不惜伤害自己，这一点都不快乐，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这些。母亲一改常态的耐心地倾听着，并且温柔地回应。熊妈变成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并且含着泪听着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儿向自己倾诉着内心的委屈。再一次的阵痛，母亲抱紧女儿。小唐以为她应该要无痛，因为疼痛已经让她无法忍受了。Oh my God. 小唐问起母亲关于自己的事儿，母亲说，在女儿预产期的前几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鱼缸里养着五彩缤纷的美丽小鱼。当鱼缸破裂时，她自己的羊水就破了。他被送入医院，碰到了吉米叔叔的第一任妻子，他给自己唱了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小唐就顺利生了下来。大家都赞叹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啊！母亲也不禁地赞叹着。小唐问母亲那是首什么样的歌，母亲拿出歌放给小唐听，那是一首关于爱的歌曲，唱出了妈妈想对女儿说的话。熊妈泪流满面。这时皮特赶来，熊妈赶紧收拾东西离开了房间。熊妈独自在走廊听着那首歌，往事历历在目。顺利交接后，胖子兄弟也来了，他们陪伴着熊妈，等待着好消息。延续前面的剧情里不时插入的那些在垃圾桶里整理堆成山的废纸盒，这一次是卡米带着胖子两兄弟在整理。卡米认为只要按照他的不容商榷的要求做，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哪怕那些已经塞不下垃圾桶的包装箱。在胖子两兄弟的不断追问下，卡米承认克莱尔每天都会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日复一日的忙碌、沉默、催促、争吵。这个餐厅的气氛压抑在冰与火的两重天里。悉尼不断鼓励自己提出辞职，当他终于鼓足勇气开口时，最终还是放弃了没说。卡米决定放假一天，为了参加艾薇儿的散伙饭，卡米邀请悉尼一起去。悉尼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毕竟这个餐厅是业界传奇般的存在。卡米想和悉尼谈谈现在的餐厅状况，可欲言又止。悉尼没有耐心再猜测卡米的想法，到了晚安就下班了。空荡荡的后厨，卡米把自己关进储藏室，他在犹豫要不要拨通克莱尔的电话，嘴里暗念着对不起，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悉尼看着屏幕上对熊家餐厅的大幅报道，内心充满复杂的情绪。这时父亲打来电话，悉尼直接挂断了。蛋糕小子不断尝试制作那朵紫罗兰，并试图从魔术里找灵感。吉米叔叔忽然来找卡米，东拉西扯地闲聊着，从高尔夫球聊到杂志，从熊家餐厅的报道聊到梦想的系列讲座，从碳14鉴定文物年代又扯到核反应堆，最后总结一句，只要有人投钱，梦想就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一通云山雾罩说的卡米一脸雾水，直接问吉米叔叔到底要说啥。吉米叔叔直言道，如果餐厅被差评，那么这个餐厅就开到头了。吉米叔叔要求卡米给熊妈去个电话，还有小唐和新生宝宝，然后遗憾地说，如果当年多关心一下麦基和熊妈就好了。卡米觉得自己也什么都没有做，两人算扯平了吧。吉米叔叔接过话，表示卡米欠自己85万美金，除此之外才能算扯平。然后他把自己高尔夫球的家事都放在了餐厅。当吉米叔叔回到车上，电脑米歇尔正在等他，开口就问是否跟卡米摊牌了。吉米叔叔解释开不了口，原来吉米叔叔的股票暴跌，
亏空巨大，卖掉餐馆回笼资金才能填补。看着熊家餐馆入不敷出的样子，米歇尔坦白，很快剩余的那点钱也会亏光，到时候吉米只能去过穷日子了。吉米叔叔指责米歇尔拿了自己那么多佣金，现在竟然在这里说风凉话，不如赶紧滚蛋。表哥瑞奇和前妻迪芙妮一起遛娃，迪芙妮希望瑞奇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虽然迪芙妮婉转地把瑞奇称为亲人，可瑞奇依然不正面答复，而是转头问迪芙妮为何要对孩子说自己很孤独。表哥说自己不想让孩子担心，迪芙妮为此道歉，并提起见到了克莱尔。女孩把卡米在冰库里说的话都告诉了迪芙妮，真让人生气。表哥也不想谈这个，他对卡米依然很生气。纳什尔反复的练习菜品也做不好，蛋糕小子给他带来一些建议，这让纳什尔受益匪浅。纳什尔也鼓励蛋糕小子把那些美好的回忆当作人生的礼物，两人互相给予支持和帮助。辛尼给皮特送去了亲手做的料理，这让皮特感激不已。胖子两兄弟跑到医院找克莱尔，告诉克莱尔卡米其实很爱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被工作困住了。其实他从小学就开始暗恋克莱尔，这两兄弟真是为了卡米的爱情操碎了心。卡米想起在餐厅学习的第一天，一个上年纪的厨师耐心和蔼地教授他料理一只鸡。这位大厨在这间餐厅干了20多年了。他告诉卡米，他年轻时曾为一个法国大厨工作。法国大厨说，厨师的工作就是通过烹饪来滋养人们，厨师通过食物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后厨的每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厨师，是因为那些为了美食而来的人们，不要辜负他们。每天只要努力一点，每天就会进步一点，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收获满满。散伙饭如期而至，大家又回到了 Ever。 表哥瑞奇和大家一起熟练地擦着叉子，回忆着以前的点点滴滴。大家一丝不苟地准备着晚餐，就像每一天开业前一样。表哥不肯去座位上等待，他觉得待在后厨还比较舒服。卡米和熟人们闲聊着，大厅里都是熟悉的面孔，还有那个苛刻的老板。所有人围坐在桌子边，很轻松地聊着天，分享着做厨师的感受，或者是一道新菜，或者是某个特别的制作方法。有人总结，厨师的满足感来源于让菜单上的每一道菜成为这个厨师的标志，并为餐厅注入灵魂。也有人提出，为一个糟糕的老板工作真是非常糟心的事儿，他会强迫你接受某种企业文化，并使你不自觉地开始复制。这让卡米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复刻那个刻薄的老板的行为作风，与这个不断制造压力，用否定甚至侮辱来逼人进步所相反的是来自克莱尔的肯定、温柔的支持、不吝惜的夸赞和爱。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为何卡米明明喜欢克莱尔的方式，却偏偏选择了刻薄老板的方式呢？这让卡米感到困惑。聊天中也有人表示习惯于在恐惧中工作，那种时间带来的紧迫感逼着他产生创造力。辛尼讽刺道，有顾客愿意光顾这样的餐厅吗？大家都笑了。卢卡分享自己还是新人时，厨房举行了切丝大赛，他为了获得胜利而不断把手指划破的经历，这让辛尼想起自己刚刚加入熊家餐厅时在慌乱中的错误百出。好在有人及时的给予帮助，善意和关心让人找到了归属感。他们分享自己做厨师开餐馆的原因，几乎都是因为制作食物可以给自己或别人提供快乐和享受，并得到认可。有人通过美食与顾客成为好朋友，有人的美食成为顾客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忆。食物不仅仅可以填饱肚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带来快乐和幸福感。卡米想起当年哥哥说成千上万的人并不喜欢餐馆，卡米扯着嗓子向哥哥争辩，他们俩一定会开一家人人都喜欢的餐馆。特里的发言打断了卡米的回忆，他和表哥打了个招呼，开始简单回顾自己开餐厅前的工作。他认为那些过往给他的感悟是，人才是最应该被关注和记住的。简短的几句话就结束了他的发言。后厨一如既往的井然有序，表哥看着女领班充满激情地安排出餐顺序，不禁问道，有什么秘诀可以保持这种工作状态？女领班告诉他没有秘诀，
只是自己喜欢和更优秀的人在一起。表哥好奇地问，是指工作中的那些优秀的人吗？女领班笑道，是在生活中和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在一起。美味的菜品让大家赞不绝口，卢卡和辛尼闲聊着，扭头就发现卡米在失神。卡米说他自己正在看一个混蛋。卢卡向辛尼介绍那个人叫大卫·菲尔兹。卡米说此人曾是大圣级的厨师兼混蛋，想起他做的坏事简直罄竹难书。说罢不顾两人的阻止，起身便直奔大卫。当他喊住大卫，对方竟然把卡米的名字喊成别人。卡米忍不住爆了粗口，指责对方就是个混蛋，让自己焦虑、胃病、自我否定，备受折磨。没想到对方毫不介意，还振振有词地认为卡米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那么专注，那么专业，全都有赖于他的刻薄和苛刻。所谓严师出高徒吗？说完，大卫就扭头去了洗手间。卡米忽然忍不住，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情绪变成眼泪喷薄而出，一边觉得好笑，对方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伤害那么理直气壮，而自己竟然无言以对。无可否认，这种通过恐吓、压力和侮辱的激将法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但它绝对不属于正常的好的手段，它更像一种毒药，让人提高的同时也会留下严重的伤害。谁愿意用自残的方式获得成功呢？这活脱脱的是现实里的葵花宝典。辛尼和卢卡东拉西扯地聊着天，亚当把辛尼叫走了，私下问辛尼是否改变主意了。辛尼赶紧否认，并解释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跟卡米提。特里找到正在路边吹风的卡米，卡米感谢特里的餐厅教会自己很多东西。特里说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发现了生活中另外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诗和远方，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这就是他想关闭餐厅的原因。卡米希望特里给正在实现理想的自己一点过来人的建议。特里笑着说，建议不重要，每个人都走在一条不同的路上，正因为没有标准模式，才能让努力更有价值，更富创造性，更无与伦比。结束的时候终于来了，大家在后厨注视着那块写着分秒必争的牌子，百感交集。特里摘下牌子，宣布解散。未完尽兴的众人又聚到了家里吃饭玩闹。辛尼忽然注意到冰箱上贴的一篇关于牛肉三明治的报道。在辛尼毕业后，主动选择了熊家餐厅的工作，正是因为他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喜欢这家店。如今他却要离开，过往的人和事连同酒精一股脑地冲上了辛尼的心头。他快速地离开了热闹的聚会，独自在楼道里情绪崩溃。另一边，独自走在回家路上的卡米忽然收到来自芝加哥论坛报对熊家餐厅的评价，评价里闪出的负面词汇让卡米瞬间掉入冰窟。好的，本季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本季以辛尼倍感纠结的辞职作为一个小高潮，按照剧情铺垫，他已经对卡米怨气在身，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等待他大展宏图。他也表现得对这个机会充满期待，而最后他忽然因为一个三明治报道产生了剧烈的情绪，因为熊家餐厅是他父母最爱的一家店，同时也是他毕业后选择的第一份工作。熊家餐厅对他的意义非同一般。卡米最后收到的这个讯息，显然把餐厅的去留埋下了伏笔。吉米叔叔的财务危机已经成为餐厅继续经营的一大障碍，而且卡米不容商榷的管理模式让表哥的状态难以为继。辛尼想要逃离，小唐的分娩都将给餐厅造成严重的人员危机。卡米对餐厅的收支管理显然没有很重视，对菜品的苛刻要求不仅表现为对员工的苛刻要求，同时表现在不计成本的原材料支出上。这一切都让这个餐厅将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卡米会作何选择呢？关键在这一季里，故事的完整性被编剧打破了。前两集卡米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剧情的主线，但在第三季这个目标变得不那么明确，是要做一个盈利颇丰的餐厅，还是要做一个大家都幸福感爆棚的餐厅，还是要做一个米其林高薪的餐厅？这几个目标之间是有区别的。
当这几个目标先后在本季被抛出后，说实话，这就大大的削弱了观众对结局的期待，因为很多目标就等于没有目标，再加上缓慢的剧情推进，大量散碎的回忆片段，让人看到最后感觉这一季有些松散，不太连贯。不过本季也不乏亮点，纳什尔小传和小唐分娩这2集算是本季的高光了，让人回味无穷。据说熊家第3季和第4季是同时拍摄的，想必第4季很快就会推出，而且按照这一季的状态，想必第4季应该就是最终一季了吧。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这部剧集属于现实题材剧情片里的佼佼者，总体来看属于很成功的。希望本剧能够在最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不忘我们追更3年。好的，本期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